1月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瑙鲁外长安格明举行会谈，并签署联合公报。两国决定自即日起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瑙鲁成为中国第183个建交国。与此同时，岛内媒体报道称，还有其他国家很可能近期将与台当局断交。瑙鲁只是赖清德当选后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中瑙复交仪式在北京举行，现场分别奏响两国国歌。两国外长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瑙鲁共和国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后，互画文件，亲切握手，现场响起持续的掌声。联合公报提到，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瑙鲁共和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瑙鲁共和国政府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瑙鲁共和国政府的上述立场表示赞赏。双方将尽早互派大使，并为互设使馆等提供一切必要协助。此前，瑙鲁政府于1月15号宣布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当局断交。王毅对在场的记者表示，中瑙复交再次向世界昭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这是瑙鲁政府独立自主做出的政治决断，充分反映了瑙鲁人民的共同意愿，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中瑙复交再次向世界昭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无论台湾岛内形势如何变化，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会改变，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的中华文明特质不会改变，台湾必然回归，中国必将统一的历史进程更不会改变。王毅表示，现在还有极少数国家因为各种原因与台湾地区维持着所谓邦交关系，这种做法不仅违背自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违背联大2758号决议，也构成了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害，迟早要加以纠正。中方敦促这些国家认清时代潮流，把握历史机遇，履行国际法义务，与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向历史正确看齐。友好不分先后，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开启与这些国家关系新的篇章。Nauru on the 15th of January recognized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in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ing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representing the whole of China, and Taiwan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 We look forward to this new chapter of the relationship of Nauru and China. 瑙鲁外长安格明说，瑙鲁政府与台湾地区全面断交，寻求同中国复交，得到瑙鲁议会全票通过。这充分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是得人心的，符合瑙鲁的根本利益。瑙鲁将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将其放在对外政策的优先位置。安格明表示，中国言必信，行必果，已赢得了瑙鲁人民的心，愿以今天为新起点，同中国增进互信，开展全面合作，建立并发展强有力的伙伴关系。针对有台媒称瑙鲁突袭式断交是因为金援外交的说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就强调过，这种言论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夺人。对于那些惯于开展金援外交的人来说，要知道世界上有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一条不可交易的基本准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同中国恢复和发展外交关系，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必将为瑙鲁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岛内舆论分析认为，瑙鲁突击式断交可能只是赖清德当选后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瑙鲁的邻国图瓦卢可能是下一个。除了图瓦卢，在台派驻人员近日主动向澳大利亚媒体放风称可能倒戈。该国财长佩纽24号也对路透社强调，将在26号大选后审视与台湾的关系。而就在上周，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接受澳媒专访时，还言之凿凿称，与图瓦卢等太平洋3友邦的邦谊稳固。瑙鲁只是第一张骨牌啦，那当然是会连续，这个就要看两岸情势的发展。瑙鲁断交以后，吴钊燮把所有责任都怪到对方去，希望他能够很迅速来处理啦，不要说没事，到时候又有事。邦交国一断再断的话，对我们的士气打击也会很大。民进党上台之后，否认9·2共识，两岸走向兵凶战危，导致我们的邦交国频频减少。我们不仅看到了民进党执政的无能，而且呢，也是美国保护不力。外界注意到，吴钊燮与相关官员第一时间接受澳大利亚媒体访问的原因是，瑙鲁和图瓦卢等南太平洋岛国长期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的势力范围，因此澳方表态十分重要。但随着澳方近年来对这些国家经济影响力的减弱，话语权也大大降低。彭博社23号报道，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如果图瓦卢决定同台湾地区断交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澳大利亚不会干涉，对图瓦卢的主权决定表示尊重。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1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瑙鲁决定与中国建交是独立自主的选择，不会影响澳大利亚与瑙鲁的关系。中国在南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不应该让澳大利亚感到惊恐。蔡英文8年丢10个所谓友邦，目前仅剩12个，其中8个在拉丁美洲。不过，其中的危地马拉也被曝或将与民进党当局分手。近期，危地马拉12年来第一位左翼总统阿雷瓦洛正式宣誓就职。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在竞选期间，阿雷瓦洛就公开发表当选后就会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中国建交的言论，被外界视为危地马拉可能与台断交的明示。危地马拉记协主席拜伦·巴雷拉此前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专访时也表示，危地马拉社会各界对同中国建交抱有很大兴趣。观察指出，这意味着与台当局断交只是迟早的事。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束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曾发出错误言论，引起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23号，菲律宾电视台播出马克思最新表态，称严格认真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原因令马克思改口，重申不支持台独立场？中方对此又有何回应呢？The One China policy remains in place. We have adhered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strictly and conscientiously since we adopted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that has not changed. That will not change. We do not. We are not endorsing Taiwanese independence. Taiwan is a province of China, but the manner in which they will be brought together again is an internal matter. 在菲律宾商业电视台 GMA 23号播出的采访中，菲总统马克思重申菲律宾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他解释称，祝贺是出于礼节，并强调自己支持和平，不希望爆发地区冲突。在24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方发言人对马克思最新表态表示赞赏。我们赞赏菲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菲律宾不支持台独。本月15号，马克思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贴文，向赖清德祝贺，还说期望双方密切合作。菲律宾外交部辩称，有关言论是出于对菲律宾与台湾地区所谓共同利益的认可，其中包括在台工作的20万名菲律宾劳工。针对马克思的错误言论及行为，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荣第2天就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菲律宾资深媒体人黄栋兴对深圳卫视分析，菲律宾原本妄想将台湾问题当作在南海问题上逼迫中国让步的筹码，不料招致中方强烈反应，只得迅速灭火，改口降温。菲律宾自从1975年跟中华人民国建交以来，就承认一中政策。菲律宾国内嘛，针对小马可希的这个发言，朝野也有很多批评，说小马可希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有损中菲的友谊。本来中国
有很多企业要来菲律宾投资的。那因为最近的中菲关系在南海主权的纷争，所以大家都停住了脚步，就是在观望，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嘛，所以小马可西现在这个态度有点不软。外界注意到，菲律宾近期企图在仁爱礁等问题上挑衅，遭到中方严厉反制后，转而与中方接触。1月17号，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荣在上海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共同主持召开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8次会议。另据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报道，马克思下周将出访越南，计划与越方签署一项海事合作协议。据看到最终草案副本的人士称，菲律宾和越南海岸警卫队将签署海上合作谅解备忘录，未来将共同开展活动。该报认为，这一协议针对南海的意图十分明显。外界注意到，菲律宾这一预谋很早就有所显露。去年8月，在与当时即将离任的越南驻菲大使黄辉忠的告别会见中，马克思就表示，希望与越南以签署协议的方式应对所谓共同的挑战。他还说，希望与东盟内的其他国家签订此类协议。2名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所谓跨党派代表团于1月24号抵达台湾，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所谓支持。这是台湾地区选举后首批窜台的美国国会议员。同一天，美菲恩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近期美军频频实施挑衅行径，恶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据路透社报道，2名美国国会议员24号抵达台湾，计划在25号开始与台湾高级官员和商界领袖接触，并将与蔡英文和赖清德会面。这2人还透过声明声称，此行目的是重申美方在台湾地区选举后的所谓支持，并探索进一步加强美国与台湾地区在经济以及防务领域的联系。深圳卫视梳理发现，此次窜台代表团的美议员团主要成员都是美国会的反华急先锋，长期与民进党当局勾连。其中，印度裔民主党议员贝拉现任美国国会台湾连线主席，此前还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而在从政之前，贝拉是一名内科医生，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他曾多次抹黑中国，并在2021年牵头推出过一项旨在对抗所谓中国经济胁迫的法案。而共和党众议员巴拉特除了是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外，同时是美众议院台湾问题核心小组成员，曾极力推动台湾地区加入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会台湾连线可谓是臭名昭著，长期在美方和台当局之间游走以捞取好处，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掮客，为白宫的对华政策提供负面抓手，近年来越发激进。美国国会里面的台湾连线是美国国会535席里面最大的联谊组织，台湾的所有的对美工作全部都在国会里面，因为行政部门你使不上什么力。民进党当局视台湾连线为多渠道、多形式对美游说网络的抓手。长期以来呢，台湾连线也是接受了大量来自台岛内的金援捐助。近年以来，随着美国政府不断去炒作中美竞争叙事，不断加强对华遏制打压，台湾连线在美国国会当中的影响力也是日渐增大，并且也已经成为了美台勾连不断加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美方长期介入台湾地区选举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在本次台湾地区选举翌日，也就是1月14号，由美国前高官组成的跨党派代表团就窜访台湾，并与蔡英文、赖清德和萧美琴等人见面。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海德利、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由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陪同。观察认为，美国代表团在敏感时间点窜台，带有多重任务。一方面是要强化对民进党当局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要给新当选的赖清德和萧美琴双独配来画红线，反映出美方依赖论在选后反而日渐强烈，
担心台独势力的大暴走会破坏美国的战略利益。实际上，美方对赖清德十分不放心，因为拜登总统在台湾地区选举后的第一次表态十分简短，就是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还有分析认为，这次美议员窜台是为了对冲瑙鲁断交的影响力。实际上，就在选后美方代表团窜台期间，瑙鲁突袭式宣布与台当局断交，对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当头棒喝，也令美方颜面扫地。俄国防部24号发布消息，一架伊尔76军用运输机在俄罗斯西南部的别尔哥罗德州坠毁，机上74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65名乌军被俘人员。对此，俄罗斯方面指责乌克兰故意击落运输机，乌方则对此予以否认。当地时间24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强调乌方将坚持对运输机坠毁事件进行国际调查。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消息说，莫斯科时间11点钟左右，一架载有65名乌军被俘人员的俄军运输机当天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坠毁，机上载有65名乌军被俘人员以及6名机组人员和3名护送人员，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飞机原计划将他们送至别尔哥罗德州进行换俘。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该运输机被来自哈尔科夫州方向的乌克兰防空导弹击中。俄罗斯雷达侦测到了乌军发射的2枚导弹。俄国防部称，乌方领导层非常清楚，乌军人员当天会被军用运输机运送至别尔哥罗德军用机场进行交换。尽管如此，基辅当局还是采取了袭击行动，其目的是为了将乌军人员的损失归咎于俄罗斯。同一天，正在纽约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伊尔76运输机坠毁一事举行紧急会议。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везли в Белгородскую област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существить очередной обмен, согласованный между Москвой и Киевом.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этот обмен состоялся,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из района Харь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нанесла зенитными ракетами удар по этому самолету, который стал фатальным. Мы запросили уже где-то около часа-полутора назад сроч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ОН в 15:00 по нью-йоркскому времени。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指出，乌方了解准备交换被俘人员的事宜，并且清楚如何运送以及运送路线。袭击飞机是乌方故意为之。俄外交部强调，这是泽连斯基犯罪集团的又一罪行。他们在飞机坠落后立即泯灭人性地宣称胜利，并声称这出自英勇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之手。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当天称，这架飞机是被乌方击落的，并指责击落飞机的导弹来自西方国家。Пилотов наших военно-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самолета, которые осуществляли гуманитарную миссию, расстреляли беззащитных ракета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немецкими。沃洛金表示，国家杜马将就伊尔76运输机坠机一事向美国和德国发函，目前正在准备过程中。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匿名消息人士确认一架俄军伊尔76运输机坠毁，同时声称这架运输机上还载有俄军防空武器。针对运输机被击落一事，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4号发布声明称，俄乌双方本应于当天交换被俘人员，但是交换没有进行。声明称，乌方对运输被俘人员的运输工具数量、路线和形式不知情。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像此前多次所做的那样，通知乌方需要在一定时间内确保别尔哥罗德地区的空域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时间24号夜间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强调，乌克兰将坚持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伊尔76运输机坠毁事件进行国际调查。泽连斯基称，飞机是在俄罗斯境内坠毁的，乌方对此无法控制，需要查明更多事实。Наскільки це можливо, враховуючи, що падіння літака сталося на російській території поза нашим контролем. Факти – це головне слово зараз. 泽连斯基表示，他听取了国防部、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的报告，情报总局正在调查所有乌军被俘人员的下落，乌克兰安全局也正在调查相关情况。泽连斯基称，已指示乌克兰外交部长向合作伙伴通报乌克兰掌握的情况。
乌克兰将坚持对坠机事件开展国际调查。在这次伊尔76运输机坠机事件中遇难的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康斯坦丁·丹伊尔琴科曾在2022年夏天投降时讲述道，乌克兰武装部队高层对待士兵的态度仿佛对待鱼肉。他表示，自己投降的原因为想要活下来。Почему решила сдаться? Жить захотел. Нас считают за мясо. Все понимают, почему с нами так холодн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наше ничего не объясняет, закидывают. Больше из 15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е приехали, и плюс лейтенант, там больше 10 или там больше 10, там они ничего не соображают. Там было каких-то пару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е ранее служили, и афганец один дед 55-летний, там он полуконтуженный. 当地时间2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首次摧毁了法国制造的防空导弹系统。在库皮扬斯克、红利曼以及顿涅茨克方向，俄军击退了乌军多次进攻，并打击乌军人员与装备。此外，俄军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枚火箭弹和2枚圆点 U 战术导弹，击落51架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库皮扬斯克、巴赫穆特、阿夫杰耶夫卡等多个方向发起进攻。当天，前线地区发生50次战斗，乌克兰空军火箭炮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多个人员武器装备集中区实施了打击。正午短评热点直说，在有乌军战俘的俄伊尔76运输机坠毁，俄方呢指责是乌军击落，要求安理会开会讨论，而乌方的回应则非常谨慎。乌总统泽连斯基只是要求展开调查。要知道，战争也是有规则的。日内瓦公约就提出，战俘在任何时间都需要受到人道的待遇和保护。所以，无论俄乌哪一方攻击战俘，都会在国际道义上面临不利的地位。所以呢，双方目前是各执一词。但是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呢，舆论还是普遍认为这架运输机被乌军击落的可能性更高一些。那么，如果是乌军击落，原因可能有2种。一种是乌军内部消息沟通不畅导致误判而发生的，那另一种呢，则是乌军内部某些势力不希望俄乌谈判有进展，故意为之。但不管怎么样，此次运输机坠毁将使俄乌双方换俘等谈判工作更加艰难，停火也更加遥远。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23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共和党第2场初选中获胜。美媒分析称，特朗普此番获胜，朝着重返白宫又迈出了重要一步。Thank you, everybody. Thank you. Whoa. Well,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This is a fantastic state. This is a great, great state. You know, we won New Hampshire 3 times now. Three. 美国2024年大选，共和党第2场初选于当地时间23号转战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在此之前，参选人之一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由于支持率远远落后，21号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并转而支持特朗普。至此，共和党第2场初选形成了特朗普与美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双人对决的局面。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的数据，特朗普在这场初选中最终得票率为 54.6%， 黑利则为 43.2%。在此前的艾奥瓦州举行的首场初选中，特朗普以超过 50% 得票的明显优势胜出，而黑利当时的得票率仅为 19.1%。虽然这次飙涨了约20个百分点，但仍不敌特朗普。目前来看，特朗普气势如虹。他是自1976年以来首位以非在任总统身份连续拿下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2场初选的共和党人。结果公布后，黑利向特朗普表示祝贺，但他同时也表示自己会继续战斗。南卡罗来纳州是黑利的家乡，他也曾担任该州州长。This race is far from over. There are dozens of states left to go.And the next one is my sweet state of South Carolina.
黑利本人也的确在新罕布什尔州投入了大量竞选资源，然而初选结果依然没能如他所愿。值得注意的是，他和特朗普都攻击拜登总统软弱。此外，黑利还主打年龄话题，将自己塑造为新一代的领导者的角色。Yes, they are equally bad. That's why I'm running. It's because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have Biden or Trump.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have two 80-year-olds sitting in the White House. 对于黑利的攻击，特朗普也在演讲时做出回击。And they always say, like Haley, she talks about, yeah, we don't need 80-year-old. Well, I don't mind being 80, but I'm 77. That's a big difference. 在这场初选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黑利说他必须在新罕布什尔州获胜，但他没有妄想症。特朗普补充称，黑利在上周的艾奥瓦州党内初选排名第3，他会继续失去内华达州，这是下一个。事实上，在这场初选之前，就有美媒预测了特朗普的胜利。22号在新罕布什尔州，有支持者就高喊让特朗普执政12年。You're right. That's very interesting. Don't say that too loud. They'll start saying, he wants more. He's a fascist. You know, they love to call me a fascist. He's a fascist. 拿下新罕布什尔州后，特朗普带着团队集体亮相，伴随着音乐，他舞动身体，脸上带着胜利的笑容。随后，他发表了演说，他再次提到2020年的美国大选，称民主党利用疫情作弊，但这次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特朗普还嘲笑现任总统拜登，称他连2句话都说不清楚。We have beaten Biden. You could almost say, who can't? Who the hell can't? The man can't put 2 sentences together. He can't find the stairs off a stage. Got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more votes the second time. Right, Mr. Congressman?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more votes. And but we had COVID, and they used COVID to cheat, and they did a lot of other things too.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at happen. 特朗普还说，10个最差劲的美国总统，杀伤力不及一个狡猾的拜登。But if you took the 10 worst presidents and put them together, they would not have done the damage that crooked Joe Biden has done to our wonderful country. 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在弗吉尼亚州举行的造势活动中，也隔空和特朗普互呛，并猛烈抨击特朗普此前在任期内颁布的限制堕胎政策。We'll teach Donald Trump a valuable lesson. Don't mess with the women in America unless you want to get the benefit. 美媒分析，拜登似乎已经把特朗普当作最终对决的对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拜登23号晚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称，显然特朗普将获得此次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提名。实际上，在特朗普拿下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初选的同一天，拜登也在该州的民主党首场初选赢得了一次不寻常的胜利。虽然民主党早先决定将首场初选改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以免与特朗普正面刚，但新罕布什尔州坚持举行民主党首场初选。据报道，拜登并未出现在选票上所印刷的名单中，但有约40%的投票者手写拜登名字。最终，拜登以压倒性的68%支持率获胜，获得了一场意外的胜利。虽然如此，拜登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还是频频引发美国民众担忧。22号，拜登就把2位他任命的内阁部长的名字搞混了。令白宫方面尴尬的是，就在当天稍早时候，白宫新闻秘书刚刚与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记者杜西就拜登的思维敏锐度问题发生争执。Why do you think it is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polled feel like over time President Biden is getting less and less mentally sharp? Which poll is this? ABC has President Biden's rating for health since May down 5 points and for mental sharpness down 4 points. You know, I have to say that's a little confusing for me because if you look at what this president has done the last 3 years, historical pieces of legislation,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is president has done. That's pretty sharp for this president. 美国电视联播网与一家选举分析网站联合公布的最新联合民调显示，59%的美国选民不希望再看到拜登和特朗普2位老人的对阵局面。另一方面，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23号报道，刚退出总统大选的美国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因为宣布这一消息时引用了丘吉尔假名言而遭到群嘲。Winston Churchill once remarked that success is not final,
failure is not fatal. It i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 很快，有人指出，2013年，国际丘吉尔协会就曾辟谣称，丘吉尔从未说过这段话，也没发表过类似言论，并称这句话的出处是1938年的一份啤酒广告。对此，德桑蒂斯和其发言人目前尚无回应，而网民们则开启了嘲讽模式。一名网民称，德桑蒂斯在衬托特朗普方面真是居功至伟。